30分钟都钟可以了，怕有短了，看大叔中文好，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3位中文老师又来，每周一的直播开始喽。对，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3位中文老师主持的直播节目，那么每个星期一的下午7点北京时间、台湾时间我们都会在 Facebook 还有 YouTube 跟大家见面好，那么这个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主题呢？来，请笨叔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学习如何提高和增进你的中文阅读能力。How to improve the Chinese reading？ 还有英文哦，三语，那再个西班牙。说错了。那这个，我觉得阅读能力，应该是很多同学比较难进步的一个环节因为我觉得中文的语法虽然很自由，但是相对的也代表的比较难理解，因为可能跟你的母语非常不一样，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先从基础的开始建议同学好了。假如各位同学是 HSK 第1级跟第2级的水平，我们应该要怎么建议他们增进阅读的能力呢？这个我们基本的先从笨叔回答好了，等下到难一点的再灿叔来回答一下。笨叔，你觉得如果同学们的这个中文水平在 HSK Level 1跟 Level 2，他要怎么去 improve 改善增进他的这个阅读能力呢？就是可能首先阅读材料吧，要选择一些分级的阅读材料。就是当然你不可能一上来就开始看就是跟中国人看的一样的材料，小说啊，对啊，所以可能会这种分级的材料的好处是它有一些词，有一些关键词它会反复的出现，然后遇到一些难的词它会就是简化，用就是最常见的那个可能最常见的1000个汉字、2000个汉字这样反复出现的这种，我觉得是好的阅读材料。比如这个读 Chinese 可能这个要付费，所以读 Chinese 的话，他们就是有故事就是反反复复的那个重复。然后还有什么 Chairman Bao， 那个属于是不是故事了，就属于新闻，但是他把新闻都按 HSK 1、2、3、4、5、6这样的给分一下。所以可以找一些这种分类阅读。那这个灿叔你有什么建议呢？如果是中文水平比较属于初阶的学生，他们应该要怎么去增加他们的阅读能力？我觉得笨叔说的很不错，因为很多人都确实需要这种初级的分级读物。其实不要说这个，就是我儿子瑶瑶的话，我给他读英语也是看的这种分级读物，因为他会一级一级往上走的。但是可能就是再高一点点水平的话，比如说2级、3级以上，我觉得可以适度的增加一点点那种母语者写的比较简单的故事，甚至童话那种小故事。这个其实是可以理解，就是因为灿叔最近在写故事是吧？因为我看你的频道就是还有我们的频道也有几个小故事，都是灿叔你自己写的，对吧？对，那就引到我们大叔，其实马上就有一个产品看那个看茶叔笑得合不拢嘴。我现在是打字员了。来，然后对，灿叔说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我们会有一些精彩的适合可能初阶的学生练习的读物，对不对？灿叔是这样，因为最早我一开始在自己频道写过一个故事，那个时候一开始是以一个母语者的角度去写，我发现其实有些学生他其实看不懂，因为文字可能太难了一点点。后来呢，我就把这个整体这个文字简化了一些，让我儿子去看一下，发现他是能看得懂的，所以以他能看懂这个水平，我去写这些故事。这故事呢，其实甚至是以我儿子为原型的一个小朋友的这个一个故事，所以他其实会相对会比较简单，而且呢，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这种幻想类型的东西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会写的相对对我个人觉得我是觉得比较有意思，这是我喜欢的题材。
因为我觉得你要是要想通过比如说故事来学习中文的话，这个故事一定要有趣。像很多这些有些这个分级读物，它的故事不够有趣，这是我觉得我们大叔推出的产品会解决的地方。我觉得故事的第一是你像你说的比较有趣，第二呢，故事的话它会就是给大家一个那个场景，给大家一个那种画面感，动画的画面感在脑海里。然后故事的话，你必须要有那个逻辑，所以就可能涉及到里边你会学到很多的这个关联词 conjunctions， 然后也会如果你看一个新闻的话，那些你觉得那些语言都是书面语，你学了之后你说的时候大家也觉得有点奇怪，所以故事里边更多会倾向于口语，因为故事的人物肯定他们要有一些对话，然后故事的话可以帮助你更好的理解一个句子，因为你有上下文，有时候你可能读着就是可能就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个句子，但是你想一想这个故事，想一想上下文，可能你一下就明白了啊，这句话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故事的形式确实有帮助。而且我觉得故事它还有一个优点，因为故事它会涉及一些描写，因为你要是看很多母语者写的那种小说，它有些描写太复杂的话，其实对你也没有什么用处，太难了。但是相对或者简单一些，比如我们大叔要出的产品的话，它描述一些会比较小的动作什么的话，这些描述它是和动作联系在一起的，你平常可以用，比如说它怎么指向什么东西啊，人怎么走啊，这些东西，就是你因为这个动作它是同时带有画面感的，同时能增强你的理解。所以你要做成什么产品我还不知道，我就知道你要做，给我也讲讲吧。就是我要推出一个，就是我们大叔要推出一个，是我主笔，我们大叔推出一个产品，它是一个书，会有12个小故事啊。一本书里边有12个故事，对，每一本书12个故事。其实我现在整理一下，大概它是有一个逻辑线的。虽然每个故事是单独独立出来的故事，但是大概有一个线，就是以我儿子瑶瑶作为主角，他比如说在家里玩啊，出去，比如说我们带他出去，后来甚至回爷爷奶奶家，这么一条线。然后他每个故事里头会涉及一个小小的一点幻想类型的故事。就不是说啊，我们去吃了 KFC， 然后我是不会写这么游乐园玩了2个小时，会让你感受到就是也很有一种惊奇的感觉。因为开始你看进去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故事结尾会是怎么样的，不是那种很简单的，只是说我带儿子去吃 KFC， 就是纯生活化的，还是有一些幻想的东西。对，生活化里面就是以生活化的场景为主，但是生活化的场景会引入一些幻想的感觉的东西。对，那你需要我给故事配音吗？就可以啊，可以啊，你的声音比较好，可以配音，分配工作了。好，那我们聊到这里呢，其实总结一下2位的建议，就是第一个，我们要选择适合自己水平的阅读材料，可能要比自己的水平高一些就可以了。然后第二个是选择的类型，应该是要选择词汇使用的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理解的，不要太过困难的，最好是以故事形态为主的啊，因为故事多重于描写方面，然后还有一些对话，然后使用的词汇也比较口语，真的比较适合 HSK 1、2级的初学者啊。好，那我们聊到这儿呢，先跟同学们打招呼好了啊。对。好，那你好，不会念你的名字。但我们不只是 HSK 1、2吧，就是都会包括，对吧？对，我们这个故事应该中级，我们等一下聊聊中高级的学生该怎么提高阅读能力哦。好，这位 Jacob 每次都有来听我们的直播，欢迎忠实观众啊。好，还有 Mary 是我们的小鲜肉，欢迎。对，你们好，我们是直播啊，所以你们有问题可以问我们。然后我们这个你问我答，你们有问题我们就回答。如果你们针对中文阅读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现在直播的时候问我们。对啊，不只是阅读，任何学习中文任何问题都可以问的时候也可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因为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读你们的名字，你们来自哪儿？对啊，都可以。林子来了空邦蛙，空邦蛙Diamond 好，欢迎。
好，那有些同学，如果你有中文名字，可以告诉我们啊，因为我们实在不会念你们的名字哦。好，那么宋平欢迎啊，我们的鲜肉，还有这个佩霞，这个是我的学生了啊。OK， 好的，那我这里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阅读的基础还是在于词汇，所以各位同学，你针对中文一些基础的词汇，还是要把它记起来。像 HSK 第1集到第2集，在新 HSK 里面总共就有600个新的词汇，那最好你把这些词汇都要熟悉，然后要知道怎么使用，这对你阅读的技巧绝对有很大的提升，因为词汇是阅读的基础啊，所以不要认为词汇不重要，词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学习的材料当然除了 HSK 之外， HSK 的课文当然也是增进你阅读能力的重要的材料，但是我觉得很多我们母语者平常日常生活口语说的话是你教科书里面学不到的，所以你可能还是要通过像对话的材料或者像故事型的材料来学习阅读的能力会更好，会更全面啊。好 OK， 那有同学很喜欢看我们的直播哦，谢谢，对啊，太棒了。好，你们有什么问题啊？这位同学叫妙璇啊，你好妙璇，怎么感觉好玄的名字啊？林子没关系，林子就是你的中文名字，不需要学。好，白瑞明啊，瑞明啊，这名字不错，瑞明。我觉得日本同学这个 kanji 就很容易读出来了，就不需要对。好，那我们这个属于中级的，比如说 HSK 3到4级的学生，我想他们的阅读能力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那Ben叔，你会怎么建议这些阅读水平属于中等的？我觉得3、4也不算中等，1、2、3、4都算一个等级，因为1、2的话一共就150个字，好严格哦，150个字也读不了。严格的老师啊，对，到4级。在新 HSK 的分级里面，1到3级算是基础，然后4到6级算是中阶而已，对不对？所以各位同学不要觉得哇，我通过了 HSK 3级了，对，其实你只是在 elementary 而已。你在现在我在这个西班牙上那个研究生嘛，然后那个老师就说，这个因为欧洲这边的标准是 A1、A2、B1、B2、C1、C2，然后这边老师说就是A1 的话就到 HSK 4都是 A1 然后5级是这个不好意思5级是 HSK 是 B1 的水平，6级是 B2 的水平，就还没有到 C 的水平，还没，就是只是说学完 HSK 6级才到 B2 的水平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中高级的话，应该就是中级的话，中级水平的学生可以看一些有那种图文的，就像我们上期做的那个直播一样，就是是中国人写的东西，但是他每写一句话都有一个动图，或者是有一个图片在那儿。这样的文章它的好处是，第一，你读完之后马上通过看图片，你明白你读的东西是什么看你读完的那个文字和你那个画面感是不是配合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这样的文章它不是像新闻那样或者议论文太难太文学的那种书的话会太深奥，这种的话就比较浅显，你这些读完的词你也可以在口语中运用到，所以我觉得是好的材料。对，另外就是可能在网上看这些要安一个那个插件，对吧 ？plug-in extension 那种那个就是有同学上次也问那个，突然你看的时候，你把有一个要放在字上，突然弹出来一个窗口，然后有翻译有拼音，那个叫 Chinese 叫中文 Chinese pop up dictionary， 所以如果你有那个你有那个 Google Chrome 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插件 extension。
好，那这个刚刚这个贝叔说的这个 pop up 这个软件呢，叫做 pop up， 不是 pop up 大家不要打错。Chinese pop up dictionary 这个是一个 Google Chrome 的一个插件 plugin。那所以如果你在阅读网页的时候，你的这个鼠标移到那个地方，那个单词就会出现中文跟英文的解释啊，这个对你学习特别有帮助，所以大家可以去下载这个 Chinese Pop Up Dictionary 啊，这个对各位同学帮助很大。我想我们很多中文老师也有使用这个东西啊，我们上课的时候只要鼠标移到那里，学生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单词或这个词语的说明啊，这个蛮好的。所以这个参数的意思，变数的意思就是要尽量找一些图文并茂，有文字有图画的，然后你跟你的词汇还有画面感可以做一个连接，这个对你学习词汇跟阅读都很有帮助啊。然后不要挑那些过于文学性、过于新闻性的文章，因为它的难度太高，会很容易感到无聊，有时候。对，对，你用的词如果太书面的话，你说完了之后，大家觉得，你为什么用这么大的词？对，我觉得新闻是真的是高阶的学生再去接触，而且新闻很无聊，好不好？除非你真的像一些要做翻译，你真的没必要去学新闻。对，其实我有一个，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大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看影评。就是你可能看了一个电影，然后你这个电影你已经知道它的故事是什么了。然后中国有一个网站叫豆瓣，豆瓣里边有很多的有这个电影的介绍，而且还有就是很多人他们会写一下他们关于这个电影的想法，所以也可以去豆瓣看，因为你爱看这个电影，你肯定喜欢这个电影，你对这个电影感兴趣，那你就可以去豆瓣找跟你有一样兴趣的人，一样喜欢这个电影的人，然后看他们怎么说。有长的那种文章的那个点评，也有那种短的1句话2句话的点评，我觉得这个也有帮助。其实Ben叔说的这个，我们母语者都有在看。如果对看电影有兴趣的，我们也会去豆瓣看一下这个专业的影评人写的一些，就别人怎么说的，对，或者中文怎么介绍这个故事，对吧？因为你已经知道故事了，看看你说的跟你看到的是不是一样的。对，刚才笨叔这一点其实和我刚准备想说的有点接近，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我从我个人角度，我学外语的时候，不只学英语，之前学法语的时候，我认识很多词就是通过看小说，因为首先我对这个小说很感兴趣，我看过中文版的，我之前看过一个法国小说，先看了中文版，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找了法文的原版，就这样一句一句看下去，因为我首先很喜欢这个故事。我一点都不觉得无聊，所以就一点点看下去。但是怎么说，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本身这个文化输出比较弱，好的小说呢，在西方读者或者就是别的国家读者里头有引起很高反响的相对比较少一点。对，但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反向的这么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找一下，比如说你自己母语里你比较喜欢的小说，比如说很多人喜欢看《哈利波特》，你可以找着这个中文版的找出来看。比如说你对照着看，对吧？对，对照着看，其实你会因为你对故事已经太熟悉了，所以很多字就算不是当下每一个表达你都很熟悉，没有关系，你大体上你能理解了，你慢慢的这样看下来，肯定比你吸收的，比如说看一个完全中国的小说吸收的更好、更快，积累的词汇更多。没错，对这个方法很重要，就是各位同学，如果你对这部小说或对这本书，甚至一部电影已经有相当的熟悉度了，那你再去看中文版的，我相信你会更了解它里面的情节跟内容。那你如果一开始就去接触很深的、有很浓厚中华文化的电影或者是书，我觉得你要吸收有点困难，因为你根本不晓得里面在讲什么，然后里面可能涉及到很多历史。还有一些文化的词汇，对你来说你要一直查词典，哇，那个会花费很多力气跟时间，会慢慢消耗掉你对中文的热情。所以我觉得大叔们的意思就是你可能通过有人喜欢看哈利波特，有人喜欢看小王子，不过我觉得还是难度不能太高。比如说你喜欢看魔戒，
你们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指环，对不对？指环主要你王看完了你也用不了啊，就是哈利波特呀、指环王这些词感觉哈利波特因为它的整个生活场景比较多一点，它还是实用性比较好。像指环王它就太奇幻了，太多那种历史魔幻的元素在里面。我觉得小说也是要去选择一些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难的，比较没有用太多专业词汇的东西。对，或者就是比如中国的那种古典名著，一般有人会做白话文版本，可能给孩子啊或者给外国同学，他们把那种这种文言文给变成白话文，这样的话，这种也更简单一点。比如《西游记》，对，《西游记》是《西游记》里很多故事，可能很多外国人也都听过了。或许《西游记》是个很好入手的一部这个小说非常，而且也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西游记》是大家学到中级水平的时候是可以尝试去阅读的。而且我觉得读《西游记》，你会觉得中国的历史文学都蛮有意思的好。那么我们来跟同学们继续打招呼好，有人问，我们可能要回应一下这位彭博豆瓣是一种 app 看小说吗？它是网站，但是它也有 app， 你也可以下载但是要注册一下，可能。它不是为了专门用来看小说的，它主要是看影评啊、书评对，什么的。是看电影评价的对。书评应该是个也有书评也有，它有影评、书评都有。对。那我觉得因为影评跟书评通常篇幅不会过长，所以你在阅读的时候也不会过于吃力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尝试看看。然后有同学一直跟我们打招呼你好，柬埔寨的朋友欢迎。然后好像看那个老朋友了，唐华呢？唐华在哪？唐华了，华仔灿写错了，一个王字把王给去掉了，少了王者之气。对，看书再看法语版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就是没那么深奥，就是觉得太简单的意思吗？中文的翻译可能会加一些色彩在那个中文。也不会啊，其实就是你这个小说要是它原版是，比如说不管是法语还是英语，原版肯定比这个翻译的版好。说实话，不然人为什么要看原版的？对，没错。但把中文翻译成其他语言，可能就丢掉了那个文字的中国的这种文采会少了好多，比较不容易一点然后这位同学问说，推荐一些中国电影的网站。看中国电影的网站，看中国的电影的网站在 YouTube 有很多免费的电视剧的频道，然后而且都有上字幕是的，对，这个应该这位同学你去 Google 打一下那个电影的名字就有非常多了。对，在线观看就能找。在线观看太多了，我们这里不方便推荐你有哪些网站了。不过就是说，你只要去 Google 打在线观看，然后再打这部电影的名字，马上就找到非常非常多了好，对这个佩霞说看中文的电影对他中文有很多的帮助好，然后宋角老朋友了好。林子说我买了龙应台龙应台是台湾的那个他的文笔太难了，看一页就放弃了龙应台是因为日本小说的中译版太多了，看一本自己喜欢看的中文翻译版的，我觉得会有对更容易。你要看瑶瑶那个的故事就容易看了。我觉得看瑶瑶那个是我觉得因为主题是具有一些生活化，而且还有狂想题材的，所以我觉得不限年龄层。你就算觉得你的中文水平很高了，你可以享受里面狂想的这个主题。你还是会就是接近于这种宫崎骏的题材。不要脸一下。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阅读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得到乐趣，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阅读不是为了考试，你学习中文也不是完全为了考试，你学习中文是希望可能有一天能跟中国人交流，跟母语者交流，或者是能够更了解中国这个国家，还有它的文化历史。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抱着我是要得到快乐乐趣来阅读。
所以我觉得你要学习的题材，第一点一定是你要有兴趣的，第二个就是你可以沉浸在其中，然后你会觉得很开心的。我觉得你的乐趣跟学习中文的热情才能够持续。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你一定要得到阅读的乐趣。那第二个，如果你是以考试为目的学习中文，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其实我甚至推荐你可以做一些 HSK 的真题，阅读的真题。那有人会觉得做真题很无聊，我觉得不会，因为在真题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主题，你可以从很短的一个篇幅里面，它其实都把比如说他可能讲中国的农历新年，他用几句话就可以把农历新年讲得很好。对，如果是想对中国了解的，可以看看 HSK 的阅读，因为有很多就是小故事啊，春秋战国时期的有名的人物啊，他们会用一个简短的故事写出来，就你不用去读好长好难的文章。对，就是可能你只要做真题的好处就是你只要阅读200-300个字200-300个字，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主题的一些信息跟资讯了。那我觉得地理、人文、历史、世界、环保各式各样的主题都在真题里面，我觉得你是可以得到阅读乐趣的，而且好像你就是一个什么都可以通过学习中文去了解全世界的感觉。对，还有你不是所有人，我是觉得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故事，有些人更喜欢这信息的东西。对，信息性的。对。那我觉得做真题，你不要把它想成在考试，你只要把它想成你在阅读一些有趣的信息，只不过你的媒介是中文而已。好 ，OK， 所以这是我的建议。我觉得大家如果对于读小说、看电影没兴趣的，你可以做真题。我个人很喜欢做真题，因为我发现做真题我也可以得到很多很特别的小知识，还有我平常不晓得，而且我只要读200-300个字，我就可以了解这些信息了。好 ，OK， 好，所以这是我们对于这个中阶水平的同学的一些建议啊。好，我们再来跟同学们打招呼哦。日文版看完以后去买的。好 ，OK， 对。有缅甸的朋友欢迎。有人是看电影提高水平，这是很好的方法。对，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可以聊到属于高水平的中文学习者可以怎么提高阅读能力啊。当然，这位同学说的很好，看电影我觉得是很好的方式。但是这个就是练听的能力吧，比较多一点。阅读的话，可能你最好把字幕都导出来，这样。这个就涉及到中国的电影有一个特色啊。包括我们两岸3地的电影都有个共同特色，是外国电影没有的，我们一定有字幕。中国人的电影，中文的电影的特色就是不像外国电影是没字幕的，我们一定会有字幕，甚至会有中文字幕、英文字幕。所以为什么我说看中国的电影可以增加阅读能力？因为你可以去对照人说的话跟字幕，还是可以提高阅读的能力，而且是用轻松看电影的方式。除了电影之外，还有电视剧。所以我觉得很多还有综艺啊等等，其实很多。对，综艺，我觉得很多高水平的这个学习中文的学生都是通过这些方法来提高自己的，而且是同步听力跟阅读，对，其实同步都进步了哦。好的，来，所以笨叔，我们先建议一下好了，你对于高水平的学生，他应该怎么做来增加自己阅读的能力呢？我那个意见是给中高级学生的，我觉得已经就是中级的已经如果把刚才说的那些已经掌握的话，那生活的话题已经都可以的话，那可以试着去看一些书面语的东西，因为感觉中级的话，你已经口语方面的阅读如果没有问题了，那就可以去适当的转型去看那个比较书面一点的，或者是从那个第三人称的角度去口吻去写的这样的文章。对，你像那个建国，我们一个鲜肉建国，他已经在读一些关于政治中国的外交政策，中美关系，还有政治，因为他是个世界历史老师，所以他的水平也非常高了。
所以他就会去接触跟他的职业有关的这些中文相关的东西，很硬，很难学习，很艰深，但是对他的水平来说，跟他职业也相关，他就会去接触这些东西。他喜欢的，最主要是他喜欢，对，而且他工作用得到。因为在每一个领域，它的那个词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可能在这个领域里边，外交领域的里边，那些词就反反复复的出现。那你要多看一些那些，就是可能我觉得可能集中领域来看吧。你这个领域的词差不多，外交部分的都明白了，那你再切换到你下一个感兴趣的领域，这样这个词能反复复的出现。还有就是注意搭配吧，我觉得就是读的时候，你不是说啊，我查完这个词的意思我就过去了，但是你要看你的那个动宾那个两个词是不是搭配的，对吧？就是对，比如说比如增加、增长啊、上升啊这种词到底跟什么搭配更好啊？这些就注意积累一下，不是要只学一个词。对，我觉得高阶的学习者，你不要幻想着你每个领域都要很精通啊，不可能。就像我们母语者，可能我们的中文，比如说谈到医学方面的单词或专有名词，我们也不懂，所以就算母语者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什么词汇都会。对，所以我觉得你到高阶的同学，你可能要因应你的环境、你的本科专业，还有你的兴趣爱好来去做选择。去精通那一门这个领域的词汇就可以了。像有的同学他在中国读医学，那当然他要学习很多跟中文有关的医学词汇。所以这个你们就不用说我一定什么都要会，不可能，连母语者都不可能做到什么都会的这个程度。所以这个大家不要太贪心，只要你周遭的生活有常用到这些词汇，再去学习就可以了。对，其实我知道，就是很多同学他其实也挺喜欢看那种关于个人成长的这种东西。个人成长的这个书其实那这个是挺适合，很棒。对，这个适合很多人会，因为它不会很难，它相对文字也会相对会简单一些。成功学的对吧？也可以。对，成功学啊，对，成功学呀、个人成长呀、这心理呀等等，一般都是写给大多数的人看的那种。它整体的文字不会太难，不会那么专业，不会那么专业。对，这个我觉得灿叔这个建议非常好。这个关于心灵成长、个人成长，然后还有怎么规划你的人生，比如说怎么利用你的时间，如何成功比如说富爸爸那一类理财的，理财可能会理财可能会比较专业一点。不过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找这些心灵成长，而且我觉得对自己的人生规划也有好处的书，我觉得也蛮好的。对，好，那这个我们有好多同学，好多问题我们帮着回答一下吧，都可以什么问题都行啊，能问吧。这个灿叔帮我们念一下。李温柔老师们好，我叫李温柔，我的奶奶给我这个名字，但她不是中国人。你们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对中国人来说，这个名字奇怪吗？我只是好奇。两位大叔回答一下。不会啊，我的感觉就是那个，你可以叫李柔，然后再加另外一个概念，但是你把温柔整个这个词拿出来就是也不是不行，但是会觉得可以了，可以叫李小柔，但是就是会感觉太通俗了一点啊。对，是。比如说有人叫王鹏，有人叫李友，但是没有人叫王朋友、李朋友啊。对，感觉这个问题这个名字我觉得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人叫你的名字温柔，人家会觉得你是说叫我温柔一点吗？还是怎么样？对，可能会有点误会了。Kendra， 我是觉得啦，我个人觉得啦，中文名字只要不会太奇怪，你喜欢就好了。真的，当然李温柔我们听起来会有点有趣有点特别，不能说到奇怪，特别。像这个Ben叔说的，可以叫李柔对，或叫李柔柔，李小柔什么李小柔
对呀，或者李一柔，世界上只有你这么温柔的女孩啊，或者叫依恋的依，那个也挺好听的。对，那个很好，我刚刚想到就是发音很好啊，对，那个依恋的依柔，就是你因为你很温柔，想让人很依靠你，或者是依恋你，对吧？对，依柔。好，李依柔很好听，我觉得。那不过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名字是你奶奶取的，不是很有纪念价值吗？对不对？是。我觉得 Kendra，我觉得你可以保有这个名字啦，因为没有人叫李温柔，但是你叫李温柔，那你就是独一无二的，对不对？啊，可以给自己取个小名叫美柔、李柔，那个玲子这个也不错啊，美柔，对，美柔啊，又美丽又温柔，美柔，在台湾叫美柔，人家会以为你是理发店的老板娘，听起来有点像美容是吗？柔顺头发是吗？这个 Kendra， 如果你想改名字，你可以叫李依柔或叫李柔就可以。还有这个他的名字 Kendra， 也想不到什么，肯柔不行，肯柔。Kendra， 我觉得如果这是你奶奶帮你取的，如果是我啦，我会保有这个名字。对，我觉得这个或者李阿柔这个抓够了，不要取李阿。好 ，Kendra， 如果你觉得我们大叔出的是馊主意哦，你可以私底下这个传信息给我们。唐华太坏了，唐华说梅肉，刚才那个美柔他找谐音，他说美肉不要，对，怕有谐音，谐音梗要扣钱呢啊。对，好，这个很多同学会要我们我们中文老师帮你们取名字啦，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有空才有办法做的服务了啊，可以帮你们取。但我觉得依柔真的很好听，依柔。对，我觉得依柔真的是个很好的名字。就是各位同学，你们可以自己取了名字，我们3位老师可以帮你们出个建议啊。对，没有中国朋友怎么样练习说中文呢？这个同学是不是上次问的一样问题？上一期。对啊，这个好眼熟哦，这个同学。好像我们上次说用那个 Hello Talk 对吧？对啊 ，Hello Talk。这位同学，如果你有钱，你就找中文老师跟你聊天；如果你没钱，你就用 Hello Talk 去找语伴，然后做语言交换哦。好 ，OK， 没问题。好，这个同学问的问题，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中国历史哪一部分最值得一读？最值得一读最值得一读。我是觉得，其实一开始你不要接触太古代的。先从近代史开始吧，因为离现在比较近一些，而且比较好理解一些。从清朝末期开始读都可以，就那个时候已经有和西方有接触了，很多东西就是能通过这个2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从鸦片战争开始吗？近代史？对，近代史开始读，我觉得可以。对，我觉得这位同学，我看他的中文表达好像也蛮通顺的。如果你是水平比较高的同学，然后你真的要我们选历史给你的话，当然要选中国的盛世会好一点就是对，像唐朝、汉朝，汉朝、宋朝就是文学比较发达文学、宋朝都不错我觉得这样的话，你要么可以先找一本那个简史读一下呗。对，现在有这种。我看在我这次回国，我发现就是好多书店都卖那种，就是把历史用漫画的形式给画出来了。然后这个同学们可能用这种书的话更觉得更有意思，因为读历史的话有那么多皇帝啊、朝代啊，就很难记住。如果你有那个画面，然后有那个现在有一个什么历史，假如历史是一只喵，好像是这么对，是这个，好像好多种，就是为了给孩子或者给不愿意读很多很多字的人有趣一些，对吧？对，但下面也有汉字的是也有。对，我觉得这个想法就非常好，就是我们如果你是中文水平算中阶、高阶的同学，甚至可以通过这个动画或漫画书来学中文，可以更有趣，然后你也可以更了解关于历史的东西我觉得漫画、动画也是一些方法对，这本书还真的叫《如果历史是一只喵》。网上也有这个动画，很有意思，叫《一群喵》一群有这个 YouTube 有这个视频。如果历史是一群喵，
啊，对，然后秀珍以说猫作为主角是吗？对对，那会很有趣，对不对啊？对秀珍的方法是多抄写、多阅读、多听然后他说多听老师说话，多反馈，对，这个也是很好的方法啊。好，这位同学是我们的会员了啊。对对对，谁？灿叔，你今天后面没有钢琴，你换地方了吗？对，灿叔，我搬家了，没有换了一个房间，那个房间信号不行。这里信号比较清楚。对，好，这位同学说他想要参加，他想要加入啊，现在就是你现在就在参加我们的课啦。对啊，你现在在收看，对，好，这秀珍说学习中文是一个爱好好，哇，好多信息我看不完。对我看一下推荐读新闻吗？好，会这个问题我觉得蛮好的我们这个来回答他一下好了。就是读新闻的话，读你感兴趣的新闻吧，也是然后我可能建议你从新闻标题开始吧，就不需要读全部。然后还有就是我不推荐读那个 New York Times 很多学生说老师那个 New York Times 有中英文对照的，但是我发现就是他们就是先写的英文，然后翻译感觉把英文直接直译成那个中文了，所以读的时候就不自然。我读的时候不自然觉得。对，真的是这样。我以前还看到过这个工作呢，就是说专门找翻译给 New York Times 做翻译的，有可能是中国的人接的，他直接翻译过来。所以说中文是不地道的。就是如果他写的在那个地道一点就好了，但是他那个觉得就是我一看英文真的是直接那么过来的，然后就直译过来，不是中国人地道的那种说法明白，跟价值观没有关系，就是觉得好多同学找到我说老师你看他们有这种专门双语就是一左一右的，但是对，读着不太自然。好，我们这个也是老师吗？Beyond Mediocre Mandarin， 这个好像是一个 YouTuber 吧，他做的 YouTuber 欢迎你然后裴静来了，然后欢迎裴静。他这位 YouTuber 也推荐可以读一些成语故事，我觉得很好。人物可能指的是传记吧，有些如果你有兴趣的历史人物读读他的传记，或许你会感兴趣对，然后他也推荐，如果你可以买一些中国学生用的课本历史课本这个也我知道会有人用这个中国人的学习材料，在学校用的教科书当做学习材料，也有，我觉得也可以，至少他用的语言是地道的，是母语者在用的对。好，有人叫做吴经理这个名字就这个就不像中文的名字，不像中文名字，叫李吴金是不是啊？李吴金就应该叫李吴金吧？这位同学，如果你叫吴金，有人姓吴吗？不是这个吴没有姓吴的，没有姓吴的。对啊，这个同学，你的名字不太像中国人的名字，你是不是把姓放在后面了？你想说李吴金？如果叫李吴金也不太好听没有钱，没有钱，没钱啊，对啊，对啊。建议我们3位都建议你改名，这个绝对要改，李有金吧，你就叫李有金好了。或李有才，李有钱，李多金，李多才都可以好 ，OK， 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了有人建议看中国的历史好 ，OK， 历史刚才我说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在 YouTube 有免费的，我刚才看了一眼，还挺有意思的。我看之前还有些同学喜欢看那个三国的。就是 YouTube 上也有《三国演义》的那个简单版的，但我觉得看近代史比较好，就是顺便可以理解一下那个台湾大陆的关系什么的都有人是打电动了解知道有三国很好玩，所以他想去看中国的历史，那我觉得可以你可能对这个角色对这个武将对这个军师很好奇，那你就可以去看相对应的历史背景最主要是兴趣了，喜欢什么兴趣。对，兴趣好，那这个各位同学，你们的问题太多了，我们回答不完了，我们时间也到了没有想到这么快时间就到了那下周一样，你们没答的问题就写再复制粘贴一下下周有问题或者有名字觉得好不好听的，请你们下周同一时间再来参加我们大叔的直播课
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下次有大家跟我们说个拜拜吧，或者你没有时间写拜拜，你就打个1也可以，拜拜8也可以，对啊，大家给我们增加点互动率，那个666也可以，对666，好，点赞，大家下周一见喽，拜拜，对啊，周4有拜拜播客节目啊，到时候见，到时候见，拜拜。